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煤球的故事。在台湾光复后的10年，煤球是台湾人民普遍使用的燃料。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乡下的家庭，他们是用木材，但是在城市里面，大部分都使用煤球。我们家也是用煤球。我晚上呢是睡在妈妈的旁边，那妈妈早上4点起来，我就跟着起来了。我看到妈妈走到前院，拿了一个煤球炉，放在院子的中央，开始起火。煤球炉呢是一个圆柱形的筒子，它大概有50公分那么高，外面是铁皮做的。炉子的里面呢是有泥土粘在里面，而且很坚固，不会脱落。那底下还有一些钢筋，那些钢筋就是要支撑煤球的啦。那在煤球炉的最底下还有一个好像窗户一样的门，可以开关。那妈妈每次要生火的时候，就把那个门打开来，然后放一些碎纸片，还有木片，然后还拿了一颗取火种。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小小的油纸包的一个好像糖果一样的东西。然后妈妈就拿出火柴盒和火柴，把火柴在那个火柴盒旁边插一下，就会有火花出现。那妈妈点燃了炉火，就把一颗煤球放进去。等煤球烧旺了，妈妈就再放一颗煤球，就是接着烧得更旺一些，然后把准备好的米和水在锅子里面放到那个炉子上面，开始煮稀饭。这个煮的时间很久，在煮饭的过程中，我会听到外面有叫卖声。那时候还很早，就有人叫豆腐油加鸡，就是有人清晨就推着车子出来卖这些油条和那个豆腐。妈妈有时候也会跑出去买一块豆腐来当我们早餐配的菜。那通常呢，她会煎几个鸡蛋，那每一个人只能吃1/2，因为我们家小孩这么多。吃完饭以后，我们就要去上学了。那我那个时候呢是读新竹国小，新竹国小距离我家还蛮远的，所以我要小跑步。后来3年级的时候又被分发到竹联国小，竹联国小呢离我家就近一点了。煤球炉呢就是我们家日常煮3餐，烧洗澡水，洗澡水烧完了，家里有地瓜，也可以把几根地瓜放到里面去烤。那个年代在冬天的时候，觉得煤球炉可以产生很温暖的气氛，我们觉得那个煤球炉对我们家来讲非常重要。但是讲到煤球炉，就会想到搬煤球这一件事。搬煤球呢，通常是我跟妈妈2个人一起搬。妈妈有时候因为她没有看见我，她就很大声的讲：“阿美呀，你是走去佗啊？紧来搬炭丸啦，出来搬炭丸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是禁止讲方言的，我就慢慢的改变讲国语。我会说：“我在这里啦，我一会儿就出来了啦，你不要叫了啦。”我第一次搬煤球的时候实在很好笑。我和妈妈一起搬，我是拿着一个木盘子，上面装着4个煤球。我妈妈呢是用2手拿2个煤球是叠在一起的。那我走在前面，我妈妈走在后面。那要从家门口搬到后院
的床底下。那我们家后院有养鸡鸭鹅，那时候突然冲出一只鹅，我被那鹅吓了一跳，就跌倒了。煤球都不知道滚到哪里去。我想糟糕了，这一下煤球一定被我打碎了。我赶快爬起来，到处在菜园里面找煤球，很快的就找到4个煤球。它们也没有破掉，我好高兴哦！赶快把它捡起来放好，再拿进后院。那一些鸡鸭鹅呢，都在大叫，有的还飞到树上。那就把那个煤球呢放在这个院子的地上，先排好。那跟妈妈搬了好几次，才把那60几颗煤球都搬进来。然后搬好了，我还要钻到那个床底下，因为我妈妈她不可能钻进去，就是我要钻到那个床底下。我们那个时候住的是铁路局的宿舍，那个床是木板钉成的，木板上面是有放榻榻米。那我要钻进里面去，把那些煤球都搬进去。那个空间很大，但是钻到里面是很难受的，尤其是夏天都满头大汗。那爸爸呢还在那个底下钉有那个木板，我就要把那一些煤球一个一个排好，排整齐，排在床底下。好不容易排好了，我钻出来满头大汗。这个时候呢，妈妈很温馨的讲了一句话，说：“阿碧呀，你足熬的哦。”意思就是说你好厉害哦。那时候我心里非常高兴，想得到妈妈的称赞。妈妈还拉着我说：“你最孝顺了。”他是用闽南话讲，他说你足友好刚才你也给他倒3缸意思就是说你真孝顺，只有你会帮我的忙。那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快乐然后妈妈说去洗面洗身躯叫我去洗澡洗身体我觉得好热哦，快点跑到浴室。其实我们的浴室呢很小就是在房间的旁边有一个差不多1.5平左右吧。那个时候自来水是很贵的，我爸爸呢在地底下挖了一个正方形，然后自来水就漏在里面。我也不敢用太多自来水就用脸盆呢装了1盆水，把身体擦一擦，脸擦一擦。第一次搬煤球就搬完了。搬煤球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大概1个月我要搬2次吧。有时候弟弟会来帮忙，但是弟弟呢，他比我小2岁，他总是没有我细心，所以大部分还是我自己搬。妈妈是一个很疼爱小孩的妈妈，她呢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虽然那个时候物质很缺乏，但是她总是会想办法变一些东西给我们吃。比方说我到教会去领取的面粉，她会练习做煎饼。那时候我到教会去一起唱神爱世人，就会一人发1包面粉。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跑回家，妈妈呢就用那个面粉，她会做面粉饼。面粉饼就是把面粉加上自己家的鸡蛋然后打匀，还有家里有种葱，可以加一些葱花，然后和好了就放到锅里面去煎。那个是我那个年代我最喜欢吃的食物了。那妈妈呢还会去跟左邻右舍的朋友们学习做馒头，那她学回来就会做给我们吃。但是因为我们家没有蒸笼，也没有灶，蒸馒头呢要用蒸笼，还要大灶，那个火才够。我妈妈呢就会到邻居家那个邻居跟她很好，正好邻居的2个女儿也是在竹联国小读书的。她有一个女儿，小的女儿是跟我同班，大女儿呢已经毕业了毕业好像在工厂工作，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那妈妈去他们家蒸馒头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跟去。
我会看怎么蒸。那在这个看的过程中，偶尔会听到邻居的妈妈一直在责备她的大女儿，说她什么都不会做，好像是米虫。反正她骂她的话骂得很难听，我觉得心里有一点难过。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啊，馒头蒸好了，拿回家很快乐的，大家都吃起来了。我妈妈实在太厉害了，她除了做馒头、做面粉饼，她还做了一些零食。因为那个年代是没有零食可以吃的，她就会用面粉呢，放一些发粉，然后做成发糕，就是有一点蓬起来，然后里面没有包东西，放一点糖，然后也是拿到邻居家去蒸。拿回来的这个发糕呢，我们一人吃一个，剩下的妈妈说这些不能吃了，就在太阳底下把它晒干，晒干以后切片，切成一片一片薄片，然后它晒干了就变成很硬，就可以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就当成以后的零食，就是小孩子在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打开那个盒子，拿1片或2片来吃。快过年的时候，那么我妈妈就要蒸年糕了因为我们家那个煤球炉实在太小了，而且也没有蒸笼，于是又跑去跟他的好朋友邻居商量，说我能不能来你们家蒸年糕啊？那个妈妈说欢迎啊，因为在蒸年糕的时候他们可以聊天。那我也跟着去。在蒸年糕的过程中，我又听到那个妈妈好像又在骂她的大女儿，我也不知道她骂她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话我是听不太懂的。我一直看着那个灶上面的蒸笼，好几层，而且一直冒烟。突然听到一句话，就是那个女同学的姐姐邀着她的妹妹说要去青草湖玩，还问我你要不要跟我们去青草湖啊？我想大概不行吧，我还要帮妈妈抬年糕。我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后来年糕蒸好了，我记得上面还撒了一些香蕉油，闻起来非常的香。那我跟妈妈就用一个大白布把它绑起来，把那个年糕绑起来，因为那3层里面只有1层是我们的，2个人抬着回家，高高兴兴的抬着回家。中午过后，好像听说青草湖那边有人溺水了，我觉得很好奇，跑到那个我同学的家，因为早上听说他们要去青草湖，我就跑去他家，问他妈妈说：“你女儿回来了吗？”他妈妈说：“没有啊。”我说：“听说青草湖有人落水了，溺水了。”后来他妈妈和他爸爸就赶去了，左邻右舍有一些人也跟着跑去了，我也跑着去。到那个青草湖，看到很多人围在一处，有一个老人他说：“刚才有2个女孩在这边吃冰，还一面唱着歌。”我想应该就是我同学和他姐姐。靠近一看，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就是他们2个人，而且还7孔流血，眼睛、鼻子、耳朵、嘴都流出血来。旁边有的人七嘴八舌说，人溺水以后碰到亲人就会7孔流血。当时是不太明白，现在想来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后来我很难过，一面跑一面哭，哭着回家。过没有几天他们家就要办这个丧礼。在办丧礼的过程中，我也偷偷的溜去看远远的望着，不敢太靠近。发现他们家有一些道士，有一些人在念经做法事，就在家门口出殡。我妈妈也去吊唁，但是我不敢进去，我在旁边。出殡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吹着唢呐，还有敲着锣打着鼓，闽南话叫做本鼓吹啦。那我那个时候听到那个唢呐的声音，那个声音听起来很悲伤，
小时候听到那个声音，就会觉得心里感觉非常害怕。那一天过后，我难过了很多天，一直想我同学就从此不见了。那个时候年纪很小，因为3、4年级吧，也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只觉得我看到的过程都非常恐怖。今天故事就讲完了，各位小朋友，阿嬷告诉你们哦，没事的时候不要随便跑到河边去玩哦，不要没有告诉父母就外出跑到很远的地方，或者是跑到家附近的河流旁边去玩哦。好，拜拜。